好，我是短剧制片人 Maggie，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3月份第2周的上榜短剧点评。因为我刚参加完香港国际影视展 Film Art， 现在是在机场进行的录制，如果给大家带来不好的体验，先跟大家说一下抱歉。好了，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周的上榜短剧有哪一些值得推荐的吧。阿导的一个最新的作品叫《家里家外》，这部剧呢制作比较精良，据说是300万的成本。他的导演叫杨柯南，也是之前引他入室的导演。这是他一个新的片子，这个导演我印象中应该是长剧导演过来做这个短剧，所以他有很多的电影语言，很多镜头其实是电影语言。另外呢，就是他也启用了专业的团队，家里家外的美术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就是电影的美术。他现在也用的是电影的一个班底，所以整个制作非常精良。它是80年代的复古风，然后特别有创新的点是用的四川的方言。我整体看下来就是比较生活流，有很多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对话。虽然我不是四川方言的受众，我也不会说四川方言，但是我觉得听起来挺有趣的。然后第二呢，就有很多生活的小细节，里面也有萌宝的元素。它是2个离异的人在一起，女强男弱，很泼辣的这个女性，但是又人物形象又特别立体，看起来很舒服很有趣的这么一个短剧啊，这是目前本周看起来特别有惊喜的这一部。现在分账已经过了1000万了，就是制作方已经分了近1000万了，就超过1000万了。 OK， 就是红果给天花岛分账分了1000万以上了。那我顺便补充一下红果的这个分账体系，我大概问了一下，它会根据你的制作方进行分类，比如说你是 S 级的，比如 T1 级别 T2 级别 T3 级别，像金花岛这个明显是头部级别的，然后包括我们的合作方武汉23楼也是头部级别的，它会根据你这个公司出过多少爆款，然后它的票房大概是多少，充值大概是多少，作为一个衡量给你一个级别，再根据你这个去把这个剧放上去，然后去进行它的红果内部的一个推流。所以你越有名的公司，它可能分账分得越高，它是这样算的。但是听说是如果你是爆款导演，你单独出来新开了一家公司，还是你是导演，可能红果这边就不认，红果这边就认你原来这家公司，就是一种不太一样的这个参考方式。目前红果是这样，伞兵游泳呢，可能红果的体系里边它就属于比较差的级别，应该是这不算很高的级别。你再分析一下这部剧你的一个看法吧。这部剧我写的是疯狂推荐，但是它后面又有一个伏地魔的妈，男女主的光环也太多了，虽然说是它的小缺陷吧，但是在我看来就是瑕不掩瑜嘛。他可能也是说为了求稳，还是没有把就是吵架那些点给它完全的拿掉，也是制造了一些奇葩的亲情吧。这个剧它最后一集片尾的时候加入了那个制作团队的名单，现在这个已经是我看到的第2部开始加制作团队名单的了。是的，我们国内的这个付费端的短剧是没有这个名单的，甚至可能我们公司之前的剧我都不知道是谁演的。之前有老外问我这个剧是谁演的，我说我不知道，你就找不到了。我们现在确实是这种情况。你可以理解红果就是手机版的电视，那么后面加字幕也是对主创的一个尊重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好的。你像之前的付费端的话，可能很多人都看不到结尾，看完人家就拉倒了，把这一波韭菜收割完就拉倒了。可能以前那种剧他们也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写上去。那也不好说，大家也可以弄个假名嘛。对，所以这个整体还是不错，因为在前几周咱们会看青花岛的剧，有些剧确实就是中规中矩，不是说多不好，但也就是中规中矩不差。但是今天这一周的话，这部剧是比较亮眼，而且特别亮眼。我刚参加完香港的那个 Film Art， 香港的一个电影节，我也跟香港的一些电影人聊，他们也关注到了短剧，但是可能他们看的也是像你说这种炒来炒去扇巴掌这种剧。说实在话，老一辈的，尤其是做电影的这帮，都是做出成绩的这帮人，他就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在做什么。但是呢，我跟一个香港的编剧聊，他最近他也看了《家里家外》这部剧。他当时看的就是那个女主从家里被赶出来，拖了个小推车带着他儿子，然后这个煤不是撒了一地嘛，他一下就有点憋不住，有点哭出来了。这个演戏他突然觉得哎呦这个女孩演得不错，他就看下去了。他从专门老电影人的角度，编剧的角度，他觉得还是很认可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而且能出圈的一部剧。而且就是也希望后面的我们的一些短剧能够做出
像这个质量的去往上这边去做。我敢打赌，这个绝对很年轻受众，女性占了62%，男性38%，31到40岁的是40.97%，那还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嘛。20岁到30岁的占了28.06%，40岁以下的占了68%。OK， 那大部分就是相对年轻。不，还有呢。18到23岁的占了13.68%，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它占了80%。整个还是相对很年轻的。所以你看，你觉得那种吵架剧家长里短吵来吵去的，它可能就是给年纪特别大的人看的。它这部剧的话，我不知道海外的受众怎么看，因为它使用的四川方言，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能听懂华语的这部分观众，你们会怎么看这部剧？然后可以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因为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怎么看。对，我还挺喜欢这种方言的。对，再补充一下，我这次到香港这个电影节，跟一些香港的电影人去聊，我说其实你们可以做港版的或者广东话版的这种短剧，你就类似这种家里家外这种，我觉得也会很有受众。家里家外，还有一个咱之前讲的那个书童的那部戏叫什么来着？但书童那部剧，它的方言夹杂的还没那么重。而且他说实在话，那个演员以我的这个听力啊，他绝对不是本地人。他说话他在模仿陕北口音，但他不是陕北人。他这个点很普通，就是非常生活化嘛。现在我感觉短剧很多都是很生活化的东西。对，短剧这个东西叫生活流。写电影有两种剧作方式嘛，一个叫 plot driven， 一个叫 character driven， 就是一个是角色推动型，一个是情节推动型。我觉得很多短剧都是属于情节推动型，人物都是随波逐流，就随着这些遇到的事情，碰到这个事儿，碰到那个事儿，他可能有一个最根本的任务，比如说他要嫁给这个男的，或者他要反杀这个男的，他就是一个目的，但是他会被各种事情所推动，这就是大概短剧的一个写作逻辑。对。然后他把生活的话做到非常极致的一个感觉，他其实就有点陪伴式的那种。对，这两个小演员其实演的也很不错，而且他没有那种特别极端的人物，他的人物角色还是比较丰满的。他不像很多短剧里的人物角色就是为了做坏人而做坏人，坏人就坏得很明显，小三就是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还是比较像电影生活化的这种，还是比较有丰满度的。他没有那么夸张。下一部我推荐的是《闪婚摄政王欠收拾》，它有点像是短剧版的柯南。它的设定就是这个摄政王，他喝了药之后身体变小了，然后不得不跟女主在一起，有一些反差萌。它是一个古装萌宝轻喜剧的题材。因为他的这个身份的这个反差，就会造成了很多笑话。比如说他其实是一个男人，但是呢他在外在形象又是一个萌宝，一个小朋友的形象，所以他时时刻刻就是想等我变回原来身体之后，我一定要反制你，有点欢喜冤家，然后短剧版柯南的这么一个感觉。对，这个男的好像他变小没有多少集，虽然故事还是那一套故事挺俗套的，但是我感觉他们之间的互动更好玩一些吧。故事有点颠，但颠的挺有意思的。这个女的还是个穿越到这个死人身上。对，这女孩是穿越天崩开局。对，一手烂牌打糊了。是的。这个整体看下来还是不错，我这边就没有推荐，其他都是还行。我还有一个推荐的是当下真千金竟是老祖宗。这个我觉得它有意思的点是在于它的反向穿越。她这个女主就是一个从古代然后到现代这么一个特别陌生的一个环境，但是因为她的教养，她那个所谓的大家的规范，让她面对一个特别陌生的世界、陌生的人，能够有条不紊的接纳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女主的内核是很强大的。但你说让我没有疯狂的推荐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她其实有些东西做的还真的是好封建呀。对，但我觉得这个点确实是比较有趣，就是这几周看下来，这种反向穿越，从古代人穿越到现代的这种
确实是没有见过，或者说上榜的比较少，所以这一块还是做了一点点的创新的。然后女主选的也不错，就是整个扮相也比较像有古人的这个风范。这个其实和那个皇后娘娘来打工其实有一点点像，就是女主是古代的大家闺秀，你在现代你没有办法用现代的知识来虐现代人，只能够通过一些古代的一些什么礼仪呀、一些什么教养啊、一些琴棋书画这种特别文雅的东西来反虐现代人吧。对，这部剧对于我来说也是还行，反正整体就是也还算不错的一个剧吧。我下面一个推荐的是不是我的电子男友怎么成真了，这是我第3个推荐的作品。这个是女的穿越到游戏里边，然后想办法拯救她的那个游戏的男友，游戏里边的人。对，我这边就想到一个特别搞笑的，就是我有一个编剧朋友，他自我定位是厌男，但是是异性恋。我说那你怎么办？他说他现在就是谈电子男友，他说就是打游戏谈这个电子男友。我觉得他就是这女孩在现实社会里的，她在现实社会里的男的都特别渣，把他们暴打一顿，但是在游戏里的这个古装男生就是又帅又有担当，然后特别讲义气，还讲难得，他就是一个特别正的一个完美形象的这么一个男生。对啊，因为 AI 世界里边的人可以任你来塑造嘛，对吧？他的设定是他必须得不停的充值这个女孩是得了骨癌，得了绝症，她也没多少天可以活了，这时候她是可以充值在游戏里拯救她的电子男友，大概是这么一个设定。我觉得整体看下来还是不错的，而且那个男生好像古装扮相很不错。他太单薄了，这个女孩也太单薄了。我只是单纯觉得他这个穿越到游戏里的这个设定还可以，所以我就推荐了。我觉得那个女生还挺好看的，男生的话古装扮相挺好，而且是很少见的单眼皮男生。可能我在短剧中看的这种单眼皮男生比较少，本身长得好看的就不多。你别说短剧了，整个演艺圈里面也不多呀。那我们继续说觉得还行的一部。我有一个女状元的短剧。你说你是推荐的是吗？对，他是开头是这个女的他妈好像被杀死了，然后他妈死之前跟他说就别出头，藏着不显山不漏水的这种感觉，隐忍折服，然后后来在那个电视上面夺魁了。对，这个我的评价是还行，还算不错吧。我觉得这部其实挺好的，也有可能是因为上一周的片子太烂了，好不容易挑出2个，但是因为这一周的榜单上都比较强，所以可能这部剧就变成了还行，在我的这个榜单里应该是前20集左右，是这个女孩隐忍的地方，然后后一半就是这个女孩出去代表着皇上去惩奸除恶，然后去游历天下的那种，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看的，可以推荐。第3部我觉得还行的剧叫做《妈妈的小救星》，这个也是跟一般的女频一样，也是让男生后悔的一个剧，但是呢它不是那种像很多女性的虐文一样写的要死要活，这部剧是比较正常，就这个女的她入狱是有一些原因的，然后离开这个男人也是有原因的，最后是因为这个萌宝宝自己的小孩回来之后去跟爸爸解释，妈妈其实之前离开你她是有原因的，就这个剧拍的比较正常，所以我觉得这剧还行。对，就是正常，我对他的评价就是中规中矩，行，也挺不顾现实的，就还行吧，凑合能看。下一部我觉得还行的剧叫做《萌宝助攻爹地追妻超前》，这部剧的剧情就是父母失忆了，然后萌宝进行撮合，小孩的演技不错，就是有一点轻喜剧这么一个效果，其他就没什么特别的了。你也没什么补充是吗？我对他的评价是可看，就是萌宝撮合他们2个，父亲失忆，女的也失忆。对，我觉得就是他没有什么特别狗血的东西和特别不能接受的设定，然后又有小孩这个元素，所以整体看下来还可以。对，所以这个剧你就是也没什么好骂的，也没有什么好夸的。下面一部剧我觉得还行的是《谁在说朕坏话》，这个是本周的一部新上榜的剧，它的设定还是偷听心声的一个版本。它比较有趣的设定的点是皇上是一个暴君，
所以一开始呢，这个主角对皇上呢他是有点惧怕的。他不是一开始就有两个人有发生什么关系啊，就这种设定，他做了一个人物关系上的算是创新的点吧。这个皇帝他其实是双重人格，有一个暴君型的人格，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防御机制吧。他在有女人接近他想上他床的时候，他就会被激发出这种人格，因为他觉得这些女人都是太后派过来想要跟他夺权的，想要整死他。他其实是一种自卫型的一个人格。这个人格出现的时候呢，就会特别想杀人，就杀了好多的人。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能够以一个下位者的视角，然后偷听到皇上的心声，去做一些保命的一些措施吧。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个剧做的制作有点烂，但是可以看。不知道国外观众喜不喜欢这种？我觉得在文化上应该没有什么差异，也是比较有趣儿。制作我觉得还行吧，它需要多好的制作？这还可以吧。就是多么精美的制作，像《天花岛》要300万，这个明显可能就是50-60万拍的一部剧。下一部剧叫做我觉得还行的，叫做《愿与相思成眷属》。这个剧特别神奇，我看了前面几集，它跟我现在所工作的平台的一部剧叫《我在退休后闪婚》，所有的情节点一模一样，我都怀疑这是不是抄的，有可能是翻拍的。那你们那个榜是多少？我们是这样子，我们这部剧当时的时候是没有上榜，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广电这边不想去推崇中老年恋爱这种，尤其中老年霸总这种题材，所以没有推流，所以它就没有上榜。但是这部剧在海外我们上了 YouTube 频道，它是爆了的，就是等于说我们频道85%的流量都是这部剧带过来的。这部剧讲的是什么呢？我说我们那个退休后闪婚这部剧讲的就是把这个年轻霸总这个壳子套成了这个中年，等于催婚的是2个小朋友，就是这个爷爷的孙子去催婚，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就比较有这个代际中间的这个东西，比如说小孩啊，有萌宝这些元素，所以整体看起来比较有趣儿。那这个应该也可以，有可能，因为我在 YouTube 的数据看了一下，大多数看这部剧的话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吧。你想这个年纪也不一定说多谈恋爱或者怎么着，其实就是喜欢这个小朋友，觉得特别可爱。因为小朋友会在里边说什么爷爷你这把年纪了，什么时候给我找个奶奶，这种比较有趣的东西，他觉得小朋友演得特别好，就愿意看这个剧啊。可能这部剧在海外也差不多是同样一个受众。当然也有英语和这个葡萄牙语的受众在看这部剧。国内现在是60的女性，40的男性，51岁以上的占比最高40.36%，然后41到50岁的3.66%。啊，对啊，所以还是这个中老年这一块的受众在看这个。对，下一部我觉得还行的剧叫做《太极》，它是一个男频武侠的题材。但是呢，我这边需要提醒海外受众注意的点是，它里边大夏其实指代的是中国，东瀛指代的是日本，跟东瀛这边去对打有互相辱骂的这个元素，其他没有什么。他这个就是讲男主他被灭门了，然后因为坠崖就傻掉了，就因为被打就开始苏醒了。他其实有一点粗糙，它不是特别精致，制作成本也就一般吧。整体就还行吧，打来打去的。下一个我觉得还行了，叫做《春日不度人自度》。我想起来了，这个是一个反家暴题材的。这个男的把他前任老婆给打死了，他自己公司做一些违法犯罪的事情，然后栽赃嫁祸给他前老婆，说他老婆是畏罪自杀，然后娶了现在这个女的。这个女的呢是一个会拳击的，这个男的就还想要家暴这个女的，结果就被这个女的一顿锤嘛。揭露出来这个男的公司的违规操作，把这男的也痛扁了一顿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在我看来是可以看的。对，可看。我觉得可以看的就是萌宝下山，恶人快闪开。那个小孩长得就是不攻击小孩的笑话，但是这个小孩真的长得一点都不好看，这个妆造也很难看。这个小孩演戏又在那块五官乱飞。一说话那个嘴就咧得特别大的，会演戏的小演员很难找，你不像是那个像摄政王欠收拾这个小男孩就还行，而且他有一种大人相，不是特别的萌，就正好是符合这个角色。这个小孩就是下山去找他一个爹爹嘛，解决一大堆妖魔鬼怪的问题。这个小孩会画符，会制丹，全能的一个小孩。
下山以后呢，就想要赚很多很多的钱，然后去给他师傅修道观吧。他之前赚的钱都被他师傅啊，还有几个师兄给霍霍完了。下山就找了好几个爹爹，然后去解决一大堆的妖魔鬼怪的问题。好，那我下面继续说，我觉得还有趣的剧只有一部，叫做《问剑青云录》。这个是你说的是不推荐，它是有一点古早的80初或者70年代那种武侠的意味，它的妆造特别的粗制滥造，让我感觉到很有年代感，而它集齐了很多长得奇形怪状的人，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你可以当做一个猎奇的片子来看。这个剧真的我不骂它都是属于我嘴下留情。上来这个掌门，你要针对围攻他的人展示手工杀。哦，对，我觉得这部剧纯就给男人拍的，它就是纯男频向。其实它第一集就有一点软色情的意味，就什么手工杀呀、脱衣服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门派一堆全是女的，他师傅就捡了一个男的回来，就非得把这个掌门啊学术武学传给这个男的。这个掌门死的时候，那个背叛掌门的人在那块疯狂的乱杀，结果这个男的就在那块吹着那个箫，回忆这个他师傅怎么样，就看着他这些同门被杀，一个个被杀死。你在想什么啊？就是很不符合逻辑呗。就是他这个师傅选择这样的人传授，我只能够说他活该被杀。这个徒弟背叛他就是他的福报啊。就是能够把掌门之位传给一个为了怀念他，能够看着自己的同门被一个个杀死，这样人有什么资格当掌门啊？他选择这样的人真的是活该被杀，就是活该被背叛，这人背叛就对了。我要是这个女的，我早就反了好吗？传给这样的人。从本周来看，包括跟上周的对比来看，我觉得就是男频的虐心剧或者女频的虐心剧的比重，我感觉在下降。因为上一周的男频虐心剧特别多，这周是下降了，增加了一些武侠题材，比重在稍微上涨。然后萌宝题材感觉它的数量还差不多。这周是出现了方言剧，而且是一个大爆款的一个情况。我预计最快下周榜单上大家会看到新的方言剧出现，因为青花岛有点像就是一个标杆一样，它只要出现了一个东西，后面就会有其他人跟着它抄。比如说这个东北方言的，或者是这个粤语的这些方言剧都有可能会出现，但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周期嘛，所以有可能会隔大半个月或者1个月的时间，大家就会看到很多的方言剧出来。短剧界的风向标。对，樱花岛之前出了一部剧叫做《闪婚老伴是豪门》，这部剧其实也是引领一个风尚。从这部剧之后，出现了大量的中老年题材，包括中年的、老年的男频剧、扮猪吃老虎的剧，都是因为这部剧的引发。在我们行业里是这样，像我们这种小平台，我们去做剧本的时候，我想做一个中老年霸总的题材，那老板会说：“你有对标作品吗？”我会告诉你，没有，我只有年轻霸总的这个对标。他就会觉得你没有数据支撑，没有数据支撑，他就不会支持你去做这个剧本。只有像青花岛这种内容相对比较原创的公司，在整个行业里算比较特立独行的这个公司，可以做一些内容上的一些小小的突破吧。所以他们当时做了这个《闪婚老伴是豪门》这个剧，第一次做了中年霸总这个题材。那么这部剧出来之后，大家才开始放心说，OK， 原来这个中老年题材是有市场的，大家就开始做中老年题材，大概是这样。从咪蒙的角度来说，不一直说它深谙人性吗？它应该会有个画像，人群画像定位，比如说这个女性是1线城市白领高知，可能那部分人群是3、4线50加，结婚30年。其实你要把这个人群定位好，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物关系，他是什么样的家庭关系，他遇到困境是什么，你把这个人研究透了，你就可以写出符合他的一个短剧。我也是跟香港的一个电影前辈去聊，然后他会说很多短剧他没有人物，因为他写电影人物的时候，他会带入每个人脑子，从电影编剧角度来说，他可能会研究每一个人他内心在想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会说什么样的话。但是短剧更重要的是某一个人我可以理解为是心魔的一个外化，就是他的内心缺什么，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心理创伤，什么代际创伤，你只要把这个人研究透了，你就可以研究出他相应的想看的短剧。我不知道我这样说有没有说清楚。我理解你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剧中的人物，一个是你受众的心理。对，
我觉得短剧更重要的是把你受众的心理和他的家庭关系、他的人物关系全部揣测清楚，就跟扎针灸一样，一个一精准的扎住他的人物，你这个短剧基本上就能成。好了，本周的短剧点评就到这里了。总的来说，这周的短剧比上周的厮杀要激烈得多。相较于上周，虐恋和吵架短剧有所减少，整体质量要提高很多。希望这是一个大趋势，让我们一起期待第3周的上榜短剧吧。记得点赞关注哦。